电视上是延迟，所以魏无羡才心安理得，至少要真出什么危险，下一秒可能就好了。而且他并不希望他们直面这些危险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蓝忘机也别来，但是不可能的。蓝忘机肯定会来。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准备上场。有请我们的赛车手上场。10个人站在车旁，彼此和身边的人拥抱之后就进了车子。预备，开始。一排的车子猛地窜了出去，魏无羡熟练地打着方向盘度过一个个关口障碍。这次的比赛其实比起上一次并不难。上一次地形不熟，所以才会出现状况。这一次他有把握拿第一。魏无羡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小组冠军。比赛一共分3场，必须3连胜才能得到最终的冠军。他将要和其他组的第1名比赛，这倒是有点紧张。是夜，他不安地趴在床上晃着腿。蓝忘机也不知道在干嘛，好一会都没回他的消息。就在百无聊赖之际，手机突然响了。魏无羡猛地翻身坐了起来。喂，蓝湛，我在。你去干嘛了？好久啊。在洗澡。哦，紧张。蓝忘机停下擦头发的手问道。有一点，毕竟是世界级的爱。你说我能拿冠军吗？能。噗哈哈哈，那是你来给我颁奖吗？看不出来呀，蓝湛，你这么相信我。不过你说没有你的幸运之吻，我说不定赢不了。早知道上次就该在全场观众面前来一个法式舌吻，也不至于这一次连你的影子都没能看见。蓝湛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看着你啊。回去再说。哦，回去再亲是吧？蓝忘机，这句你倒是听懂了。第2天又是比赛，魏无羡没带上蓝忘机叮嘱的护膝，肆意在赛道上驰骋。下了赛场果然膝盖多了一些淤青。晚上蓝忘机就打视频电话来查。魏无羡为了躲，故意把灯光调成黄色，倒是一时半会看不出来。蓝忘机稍稍放下心，今天也是最后一场，只要赢了这一场，那他就直接是冠军了。魏无羡又激动又紧张又平静。赛道他开了很多次了，照理来说他已经熟练的能够闭着眼睛开。当然这是夸张。他紧张的四处观望，试图寻找蓝忘机这颗定心丸，但场地这么大，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倒是蓝忘机一眼就看到了在四处观望的某个人，忍不住的扬了扬眉。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各种场面，想着怎么祝贺他，想着走过去是要先说话还是先拥抱。魏无羡开到熟悉的转弯口，熟练的一拉方向盘，一踩油门，陡然间却发现根本刹不住车，直直往赛道撞去。刹那间，他赶忙挪开了踩油门的脚，连续转了好几次方向盘。惊险！场外一片哗然，不明白年轻的赛车手怎么突然变了卦，难道这是另类的炫技？只有场外的几个人知道，这是磨坏的刹车线起效果了。他们费了一晚上的时间，为了让人找不到任何做手脚的痕迹，他们甚至没敢用剪刀剪，而是拿着石块磨的。当真是煞费苦心。蓝忘机担忧地看着，连身体都不住往前倾。他知道魏无羡有多看重这场比赛，这绝不可能是炫技。就这么一个转弯，魏无羡就从第1变成了第2。他咬紧了牙，碎了一口，果然不让爸妈来就是正确的选择。但没那个小子的乌鸦嘴真的是，当时说这辆车容易被做手脚，他没放在心上。今天早上检查车子的时候，果然没看出点什么，一定是内刹被磨了。他咬紧了牙，一点一点地掌控着车子，这本身就极难，只能碰油门不能碰刹车，还叫做赛车吗？他不断地回忆起昨天前天的感觉，试图计算什么时候收回踩着油门的脚，好转弯的顺利点。魏无羡不甘心，本来就该在囊中的冠军，他不可能就这样甘心拱手让人。好在他视力实在好，才让他能看得清前方远远的转弯口，之前就慢下了油门，可即便这样还是落后。他咬紧了牙，把底座放得更低，计算着如果这一撞上围墙，自己要受多重的伤。到了最后的直线行道，魏无羡抓紧了方向盘，狠狠地把油门一踩，凭借着车子流线型的车型，不断地漂移着从其他车子的缝隙穿插过。第6、第5、第4、第3了，操！第3名明显意识到他的意图，突然变了道，魏无羡差点直接撞上去。好在一瞬间赶紧转了方向盘，低了头，却还是被惯性带的狠狠一撞。
魏无羡瞥了一眼，这个额头应该是青了。他平日里是最怕疼的人，现在却连捂一下都不能。变换了一下，又朝重点冲去，最后的500米了。他和第2名不上不下的交换着，那人明显是知道他的车子不能自由控制，有一下没一下的阻挡着魏无羡前进，和第1是一伙的。魏无羡哪受得了人这么挑衅，换了挡，猛地一提速，从右道直接窜到他前面，甩了他一车窗灰尘，一骑绝尘，终于和第1并肩了。魏无羡带着笑意，一脚踩进了油门，车子一下子飞了出去，带着场内外的观众包括他自己的心都抖了一下。场内的蓝忘机看到魏无羡比以往含蓄的速度，就知道肯定是出了问题，看到魏无羡落后，更加肯定魏无羡这一脚无疑是踩在他的心上，把他的整颗心都提了起来。电视机前的蓝夫人和藏色也是这样，无人机拍到的魏无羡表情凝重无比，两人紧张地看着电视。魏无羡一车子撞在围栏上，全场都安静了，都在等着魏无羡出来。只有清醒着出来的才是冠军。不惜撞伤，难道要这样昏过去吗？魏无羡狠狠地掐了一下流血的额头，好在有安全气囊的缓冲，不然他只会伤得更重。另一位也要到终点了，快出来呀，魏无羡！终于，门被推开了，车内伸出一只胳膊，随之魏无羡一瘸一拐地出来。蓝忘机边跑边看着大荧幕上流血的那个人，心头一颤，紧接着就生出了一股怒意。冠军非魏无羡莫属。拿到了奖杯的魏无羡站在领奖台上，脸色白得可以，场外的救护人员也来了。他跳下了领奖台，对着蓝忘机笑了一下，被明晃晃的日光一晒，刚想开口就晕了过去。魏婴，魏无羡醒来的时候已经第2天了，他迷蒙地睁开眼，对上了雪白的天花板，侧过头就看到了面色沉沉的蓝忘机。魏无羡羞了一下，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太冲动，当下也不敢说话。天知道蓝忘机那一刻多害怕，看到那人大荧幕上带着血的脸，话都来不及说就晕了过去。医生诊断是冲击力太大，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魏无羡正想说点什么，蓝夫人和藏色就冲了进来。兔崽子，你吓死我了，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？你怎么答应我的来着？只是爱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你昨天干的什么混账事？你说。我对不起。魏无羡低着头没有说话。藏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着他道：你想想忘机，他要是被你吓死怎么办？你做事之前有想过会吓到我们吗呀？感情你之前让我们别去现场，就是想用这一招是吧？你自己想想用不用跟忘机道歉？我对魏无羡抓紧了被单，看着蓝忘机正想开口，蓝忘机却猛地站起身。你不用和我道歉就走了出去。完了，这次真生气了。魏无羡丧气地往后仰头。我对魏无羡抓紧了被单，看着蓝忘机正想开口，蓝忘机却猛地站起身。你不用和我道歉就走了出去。完了，这次真生气了。魏无羡丧气地往后仰头。蓝忘机是真生气了。